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老话说相由心生，其实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的面相可以看出内心世界，而心态则影响了性格，性格又决定了命运。所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部来判断其未来的命运，这是一种通用的办法。那么生活中我们怎么通过观察面相来算命呢？好命和苦命的面相都有哪些特征呢？下面大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一、如何通过看命运？一、看额头。一个人的五官形状可以反映出命运，有时候还能反馈出健康方面的问题。就比如额头是面部的中心，同时也是四肢的中枢地带。额头的形状如何，也可以窥见出一个人的性格命运。通常来说，额头浑圆饱满的人命运比较好，财运方面不缺，家境较为富裕，性格心态也不错，是有福气的面相。二、看嘴巴。另外，有出纳宫之说的嘴巴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口才如何，衣食方面是否丰厚，从嘴巴的弧度以及嘴唇上是否有痣，也能看出这个人的异性缘如何，对待感情的态度是否专一。通常来说，嘴唇上长痣的人，这两方面的运势都不会太差，为人往往风趣幽默，颇受异性的喜爱。三、看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的形状、眼神清澈或是浑浊，都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心以及性格，可以借此来判断这个人的做事方法以及为人处事。比如说，眼睛大小不一的人，说明了内心世界复杂，为人斤斤计较，与父母感情不够融洽，和兄弟姐妹的手足情也比较淡。四、看鼻子。鼻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婚姻运势。鼻梁有结节的人，大多身体健康方面的运势不好，幼年时期体弱多病，晚年要注意健康受到威胁。如果鼻梁比较丰厚，但脸上无肉，这样的人大多婚姻不顺利，与配偶之间的缘分难以长久。若是鼻梁丰厚，但是嘴唇偏小，这样的人与子女之间的缘分较浅。五、看耳朵。耳朵的形状代表了财运和家人之间的关系。若是耳朵轮廓端正，耳垂丰厚，说明这个人尊重长辈，财运亨通，有享不尽的福分。若是耳垂偏薄或者没有耳垂，大半生要为了钱财和生活而劳碌，个性比较极端，与家人关系紧张。六、看眉毛。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如果眉毛浓郁又比较杂乱，这样的人很难交到真心的朋友。本人的脾气也比较急躁，在和他人相处的过程中容易给人压力感。如果眉毛形状优美，眉毛色泽柔顺亮眼，往往能得到知心朋友的关照。生活中人际关系良好，对事业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二、好命的面相特征。一、颧骨高。其实不难看出，在社会上通常有头有脸的角色，一般颧骨都比较高。颧骨比较高的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非常的勤奋。也许他们的智慧并不是最明显的，但是他们绝对是那个最有魄力的。往往通往成功的道路只有两种方法，要么是魄力，要么就是勤奋。不过颧骨高的人似乎把这两种情况全给占了，所以说他们不成功，又有谁能成功呢？正因为从小就树立了一种很好的思想，再加上自身的条件并不是很差，所以说颧骨高的人一般都会成为人生赢家，这个真是不服不行。不仅如此，从面相上来看，这类人肯定是不会出现什么差错的。
因为颧骨高的人一定拥有着卓越的远见，所以说他们的成功往往都是势在必得的，根本不用去假设。2. 棱角分明。棱角分明的人一般都是做大事的人，这可真不是在吹嘘这帮人。通常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大亨都是棱角分明的。棱角分明的人通常长得都很好看。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迈入成功，或者说迈入富贵之路，通常都跟外在条件挂钩。也就是说，长得好看的人，他们的机遇往往要比长得一般的人要多得多。所以说，这些人的富贵运通常都是由外在条件生成的，但是他们的硬件也并不是很落后。通常棱角分明的人都有着非常扎实的基础，并且脾气也是非常好的。通常通往富贵之路的人都拥有一个好脾气，也正是好脾气打下的基础，才会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如果一个人脾气不好，而且思维也不强的话，那么基本是不可能出现辉煌成就的。所以说，这类人基本都是必然富贵的。3. 嘴角上扬。嘴角上扬的人一般运气都是绝佳的，因为他们乐观，他们好学，这样的人基本是不能够触碰到任何坎坷的。而且嘴角上扬的人特别乐善好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的存在，他们可以笼络大批人心。当笼络大批人心之后，又会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呢？所以说，嘴角上扬的人之所以富贵，完全是因为他们太过于了解人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从小就拥有着笼络人心的远见。不论是亲戚还是兄弟，又或者是点头之交的朋友，他们都可以将这些人成为自己的心腹，而且这些人也真的非常愿意为他们效劳。所以久而久之，身边的人多了，嘴角上扬的人就会展开自己的洗脑招数，让所有人都为自己效力。通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逐渐地成为了富贵的人。所以说，这样的面相很容易就能够将一个群体缩成一团为自己卖命，有钱的生活也就随之展开了。3. 命苦的面相特征。1. 眼角下垂。眼角下垂一般表示这个人上进，为达目的不罢手的性格，做事方式都很理智积极，可以说天生就是为了工作而忙碌，典型的工作狂。表面上这样的人任劳任怨，一脸无辜，看起来好欺负的样子，但是他们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讲究做人的原则，没有谁可以无缘无故被人欺负。所以当他们受到外界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欺负的时候，会反击愤怒，反抗到底，讲不出一个理所当然来，绝不罢休，就像是对待工作那样一丝不苟，一点亏都不可以吃。所以他们会一直操劳下去，永远在忙碌中度过，但是他们乐在其中，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觉得苦尽甘来才是硬道理，所以一切都是值得付出。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但是不付出一定没有收获。2. 头尖额窄。头尖额窄的人从小家庭条件很差，贫困的农民家庭，从小就要帮父母操持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包括农活。每天除了上学写作业就是干活，干家里干田地里的农活，只要是能使得上力的都会帮着家里干。从面相上来说，这样面相的人爱面子，他们在外可能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家庭环境是怎样的。人与人之间的攀比也是每天必备的把戏，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最贫困的一面在人前表现出来。自尊心过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的出身家庭条件，
但是怕大家知道后会对自己另眼相看，瞧不起的眼光影响其在外的形象。尽管在学习生活上数一数二，但内心还是在贫穷出身上纠结痛苦着。为什么不能出生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这样可以有经济条件学到更多的东西，不用干那些粗活、累活、脏活。这种面相的人从小就是吃苦长大的，所以长大后他们会在工作上比别人耐劳，大部分会选择在异地谋生，选择高工资、高消费的城市生存下去。这样贪心也会越来越重，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为了过比别人更好的生活，为了向别人证明虽然小时候穷，但是通过学习，长大后一定比其他小孩更有出息。于是他们就不断地挣钱，眼里的利益总是大过人情，只有钱、地位才是唯一证明高贵的方式。好的面相使人如沐春风，第一眼看上去就十分有亲切感，不会给人带来压力。凶恶的面相让人心中忌惮，内心感到十分不适，目光焦急的时候令人想要回避。不过面相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大多数人都只能研究一些表面的皮毛，想在这个领域做到专业级别，还是需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累积，以及购买专业书籍或者向专业人士求教。本身一个人到中年的时候应该是发展的很好的，因为中年时期一个人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资源，以及比较多的经验了，因此其自然是会更能够懂得应该如何给自己带来财富的。但是有的人却到了中年反而是倒霉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人的面相。一、眉毛粗硬逆长。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眉毛长得粗硬和逆长，则这样的人性格非常的粗暴，做事非常的急功近利，肝火过盛，但是目光短浅，做事容易冲动，属于别人一惹就恼的人。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事业运势都会比较差，容易走极端，属于做什么都会倒霉的人，所以注定了赚不了啥大钱，事业终究是会失败，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日子过得也比较辛苦。二、鱼尾纹杂乱。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鱼尾纹处的纹路长得非常的杂乱，则这样的人天生就是操心的命，大事小事烦不完，钱赚的少，整日没有清闲的时候，而且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很难有大的出息，把过多的时间都浪费在小事情上边了。而月纹向下塌落的比较明显，为不吉之象，中晚年的运势比较低迷，若是行商破产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三、鼻梁处有竖纹。鼻梁在面相中代表着一个人赚钱的气势的，若是鼻梁处有竖纹，鼻梁塌陷，则这样的人事业不顺，遭遇的波折挫折比较多，尤其是先前没有而后有，则表示最近一定破财，容易与人发生口舌之争，与身边的人常常争执不断，常常有经济纠纷，甚至会有官司缠身。一旦破财就是大的损害，要想翻身就会非常的困难。而好的鼻相一定要鼻梁挺直，鼻头有肉感，能赚钱，能存财，注定富贵。四、法令纹入口。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入口，在相学中又被称之为腾蛇入口，属于破口相，在相学中主饿死。现在的诠释则是会因为罹患消化器官之病变而影响饮食，平时少抱怨，摒弃诸多恶习，提倡勤俭节约，必然能够转运。若是法令纹和嘴角垂直相交，财富折损，穷困潦倒之象。五、额头过于平坦低矮。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早年运势，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部位过于平坦或者是低矮的话，这种人大多是智力有限，心胸不够宽广，考虑问题时看眼光，目光非常的短浅，而且出身不好，从小家庭环境就比较差，无法从父母处获得大大的助力，凡事都只能靠自己努力，而且贵人运也比较差，缺少贵人常识和体贴，年轻时事业上总是磨难重重。六、下巴部位过于尖锐。相学中将下巴又称为地格，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工作运和蓄财能力。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过于尖瘦的话，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自我主义，眼里只有自己，
很少会为他人考虑，想法很多，但是却不会付诸行动，事业上难有大大的作为，而且老年时容易体弱多病，无亲无靠，也没有什么积蓄，家庭生活不够幸福。7. 鼻翼稀薄，鼻孔外露。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鼻翼代表着财库大小，鼻孔相当于财库的大门。如果一个人的鼻翼稀薄而鼻孔外露的话，此为财运衰败之象。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投资理财能力较差，心思单纯，没有什么想法，判断能力比较差，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不知道节约，赚的多花的也多，积蓄能力也比较差，导致财运慢慢下滑，收入下降，中年时容易遭到钱财方面的危机。8. 门牙之间的缝隙较大。在相学中，牙齿的人为门户的象征，代表着一个人的态度和财运。如果一个人门牙之间的缝隙较大的话，这种人大多心无城府，说话非常的直接，不过喜欢信口开河，说法非常的不靠谱，也非常的不中听，容易得罪人，给自己惹来很多的麻烦和是非，做起事来没有原则，属于漏财散财之兆，与父母缘分较浅，容易发生争执和矛盾，对父母健康不利。9. 山根地矮。山根即是鼻子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事业、财运和人际关系。如果一个人的山根部位过于低陷内凹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较为的内敛和沉闷，性格方面比较的矛盾，自卑心较重，做事缺乏活力和热情，也不太善于沟通和交际，人际关系比较差，而且六亲缘分浅薄，遇到困难时身边缺少贵人相助，导致收入下降，事业不稳定，容易有中年危机，日子过得一团糟。10. 肩门坑洼。肩门在相学中即是眼角后方靠近太阳穴的部位，也称夫妻宫，代表着一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和感情运。如果一个人的肩门部位低凹不平的话，则代表着感情运非常的不稳定，不论男女，容易与爱人发生矛盾和纠纷，感情上亦有第三者插足，婚姻情感方面非常的不稳定，所以相术中也有着肩门低陷，常做新郎的说法，婚姻不顺利，容易离婚多婚。11. 颧骨过于平坦。颧骨在相学中也称为权力之骨，代表着个人的欲望、野心和领导力。如果一个人的颧骨部位长得过于平坦的话，则无事。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内敛，整个人缺乏士气，给人一种非常怯懦之感，而且缺乏主见和魄力，做事总是犹豫不决，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喜欢抱怨，而且意志力薄弱，做事缺乏坚持，遇到点困难就想放弃，能力一般。在事业方面也是缺乏运气的机遇，想要成功非常的难。12. 双耳缺少耳垂。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福气和寿命长短。如果一个人的双耳短小，没有明显耳垂的话，这种人大多喜欢幻想，想法非常的不切合实际，喜欢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中，对现实总是漠不关心，消极应对，做事缺乏理性，喜欢感情用事，非常的任性，做起事来缺乏规划性，平时喜欢铺张浪费，也没有迫切的想要挣钱和理财的概念，金钱运不好，漏财较多。13. 眼睛昏沉。从眼睛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气神与财气的。若是一个人的眼睛昏沉，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表面，打不起精神，这样的人做起事来喜欢虎头蛇尾，常常不能够坚持到底，做不到有始有终，就算是有好的机会也抓不住，在事业上高不成低不就，没啥大的前途。这样的人非常的不适合投资，逢投必败，尤其是在中年时期，非常有可能会破财添灾。14. 下巴有磕绊。下巴在面相中位于面部的下体，主管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和拥有财富的能力等，而下巴代表一个人的田宅与房产、不动产的运势。若是下巴出现磕绊，或是在下巴处有疤痕和恶痣，则这样的人财运非常的不稳定，非常容易破财，甚至会因为一些个人的利益而导致投资失败，甚至会危害到自己的财运。若是下巴处圆润，就算是有磕绊，日后也能够时来运转，但若是下巴尖削，则一旦失败，必定会很难翻身。15. 眉毛稀松。从一个人的眉毛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脾气与性格等。若是眉毛长得杂乱，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眉毛一样，则往往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人脾气性格比较粗暴，
容易会为了一点小事情就与人发生各种的争执与矛盾，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甚至还会平白无故的增加麻烦，常常会招惹小人上门，各种霉运不断，日子过得非常的不顺利，估计到最后连自己的亲人也会全部的得罪光。16. 双眼无神。若是一个人的双眼无神，整个眼睛没有精气神儿，浑浊无光，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睡醒一样，则往往这样的人呢，本事不大，能力不强，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注定干不成大事，估计闹到最后只会是赚取基本的生活费，干啥都是给别人打工的命。所以这样的人命里无彩，也没啥大的本事，只会到最后越过越穷，最终是奔波一生。人们常常通过看一个人的面相来分析这个人是不是有福之人。每个人都想成为有福气的人，有福气不仅仅只是生活富足，更多的是生活顺利，一生少忧，幸福美满。女人8大福相，你占几样呢？除了面相，年龄、生肖也可以看出你的福气。2020年哪些年龄的女人最好运呢？赶快来看看吧。第一，田宅宫开阔的女人，贵夫之福，眉毛眼睛之间叫做田宅宫。如果田宅宫很开阔的话，再加上中间没有恶痣和伤疤等等，这种面相的女人多数福气不错，能够得到一些长辈留的东西，还会跟经济条件不错的对象成婚，而且结婚后生活富足幸福。第二，下巴丰满的女人，恩爱之福。下巴长得丰满，这种人福气比较不错，晚年运势非常好。这种女人呢，不仅相处起来容易，而且很是善解人意。下巴丰满并且有着双下巴人的相貌就是帮夫运的好相，在生活中会得到另一半的喜爱和赏爱，夫妻恩爱，和和美美，是有福气的好特征。第三，人中清晰长的女人，孝顺之福。女人有清晰深长的人中是上上之相，其孩子容易心存孝道，聪明多福，未来成就且高。人中形美呢，也是长寿的表征。相学人中也有寿堂之誉，聪明加上高寿，夫荣子孝，这种面相人真是好命。第四，鼻子高挺的女人，掌权之福。鼻直而挺，山根丰隆，鼻翼饱满的鼻相，这样的人比较有福气，在生活中掌管权势。这种面相人会凭借着自己自信与干练，事业上会有所斩获，得到另一半的宠物和呵护，家和万事兴，幸福至极。第五，垂珠厚大的女人，旺家之福。有着大大的耳垂，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的类型。这种面相特征的女人金钱运、朋友运和健康都不错。这种人不光自己有福气，就是她的家人也能够接收到她的福气，享受到衣食无虑的幸福生活，并且有一颗感恩善良的心，一生幸福。第六，眉毛纹路清晰亮泽的女人，健康之福。在眉毛部分，眉秀是指眉毛的纹路清晰亮泽，没有眉毛过粗、过黑或眉形不齐的样子。具有眉秀的人往往在财运方面会有较大的起色，在健康方面一生无忧。第七，眼睛大而且清澈的女人，无忧之福。眼睛大而且清澈，黑白分明，目秀神清，主要人秉性坚毅，识大体，不急躁胡为，处事有条理。这样的人是天生的福相，生来不知何为愁苦，所以也非常的单纯。第八，眉形清秀弯长的女人，知己之福。眉形不仅浓，而且带有腻毛，眉形清秀弯长者必多才多艺，性情中和，善解人意及心情开朗。两眉间之印堂部分不被两眉相侵，多能有朋友信赖，必得知心朋友和忠心部属。所谓快乐无穷，只因眉生额角，多愁常虑，皆为眉所印堂。一个人的福气或多或少都是可以在面相上表现出来。总的来说，有福之人观其面相必定是快乐自信的，散发光彩，让人一看便知。自信的女人是最美的，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有福之人。试问有谁抵挡得住阳光自信、魅力四射的女人呢？正所谓大富由命，小富由情。那么除了前面介绍过的面相，
颈部、背部、腰部有这3种特征的女人最富贵，一生好运好命。如果符合以下面相特征，但是还未开始发财兴旺的，也不要过于着急，可以凭借双雄催财吊坠这类吉祥物来改善自身运势，增强个人运势以及财气，促进事业的顺利发展，得以财源广进，大富大贵。凤颈，丰满圆润的脖子在相学中称为凤颈，顾名思义啊，凤意指凤凰。拥有这样特征的女人能够嫁得贵夫，一生好运好命，必能够非富即贵，福气满满。背部宽平圆厚，女人的背部应以宽平圆厚为佳。若背部干瘦无肉，代表着此人一生的财运偏低，即使相理不错，也能够有所弥补，但一生之中也会较有奔波劳碌。相反，若女人背部有肉，则代表着此人有靠山，最富贵，贵人如云，一辈子不愁无人帮。这样特征的女人，婚姻运势顺畅，能够嫁得可以终身依靠的丈夫，旺己旺夫又旺子。腰部厚实圆润，女人的腰若为厚实丰隆，圆润坚实，这种腰在相学上象征着腰缠万贯，代表着其人一生好运好命，钱财不愁。这样特征的人非常适合做商人，踏足金融经济，或者是自主创业。祖上的福门助力相当不错，福禄双全，家财千万贯，晚年坐享清福，富贵有余。以上就是女人富贵福相的内容。除了看面相，流年不同年龄段和生肖的女人富贵运也有变化哦。下面一起来看2020年哪些年龄的女人最容易发达。这人呢，有时候好运来了是挡也挡不住的。就如下面这几个生肖女，2020年常有鸿运照拂，只要踏实努力，发达起来不是难事。1986年出生的人，属虎。1980年出生的人，生肖虎，今年逢食伤流年。属虎的生肖女呢，今年赚钱的心思是很强的，而且能在家人朋友的帮助和提示下发现一些新的商机。事业上会在不断扩大的人脉圈里遇到伯乐或者契合的合伙人，这将助你一臂之力。如果想要寻求更多发展机会的人，建议今年寻找合适的时机去远方或者海外发展，你能有不一样的收获。另外，这一年出生的属虎女与金展直命，婚姻表现较好，嫁娶有利，要注意把握。1998年出生的人，戊寅虎。这一年出生的生肖女在2020年比劫相帮，容易有合作机会及人缘，能够为事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能得贵人帮扶，有望升职加薪。今年你们的个人处理信息能力非常强，嗅觉灵敏，能从细小的消息中把握机遇。因此2020年对于1998年出生的属虎女来说，是大力发展自我的好时机，一定要好好把握，借此催财自己的事业运势哦。不过不可只重视眼前的变化，而忽略了周围隐藏的问题，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和家人方面要极为注意。2000年出生的人，庚辰龙。2000年出生的属龙女在2020年与流年相合，又有印星相助，贵人运势极旺，也意味着极其能带给你发展的机遇。而吉星入命，公益能压制流年凶星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凡事皆有贵人相助，能逢凶化吉。今年的你需要保持很强的上进心，对身边事物的发展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不能够一味听信于人。若能够结合运势发挥自己的潜力，将会大有收获。2001年出生的人，辛巳蛇。此年出生的属蛇女呢，为人有勇有谋，志气过人，只要能够坚持踏实做事，是最容易发家的。2020年里的你运气大开挂，工作上之前的合作都有会进一步发展，工作效率提高，得到领导赏识，同时有机会得到新的职位或者新业务。总之，无论是升职、跳槽或者是求职，结果都比较理想。除了印星的帮助之外，
3台吉星也能够帮你获得好人缘，一路都有贵人相帮，让你的工作更加顺利，在竞争中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成功。1992年出生的人，壬申猴。生肖猴女命的壬申猴今年29岁，今年与太岁互为3合贵人，事业财运旺聚，不仅能够身心愉快，出现很多发展潜力的机会，而且只要自己及时把握，就会有好的发展。今年的你们适合拓展兴趣，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儿，展现出自己最闪光的一面。如此一来，属猴女的魅力大增，爱情的机会也会自然接踵而至。而对于已经有伴的属猴女，今年可以让对方认识到更加真实的你，让你们变得亲密无间。1983年出生的人，癸亥猪。此年出生的癸亥猪女今年38岁，为人刚直，财运天生较好，是可打可拼的新家的命局。2020年的你们正财偏财都呈上涨趋势，工作尤为顺利，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你的工薪也会有机会上涨，求职者也会得到很不错的工作机会，要做足准备，好好把握。偏财运上，你会得到更多的投资的信息，可以小小的投资一笔，有机会获得收益。要注意的是土曜直命，你们要注意分出真假和轻重，以免得不偿失。面相好的女人往往拥有比较好的原生家庭和婚姻。一个女人最好的归属，就是有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伴侣，可以在风雨来临的时候有所依靠，在内心空虚的时候有所寄托。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女人好色，往往不能成为贤妻良母。好色的女人面相特征有哪些呢？1. 眼带桃花，未雨先笑。女相要端庄素颜，第一印象要给人一种典雅庄重感觉，不可亵渎。如果眉眼含笑，跟杨钰莹一样的眼神，看上去满脸桃花，风流不免。如果再加上杨钰莹一样的嗲的掉渣，这女人必然一辈子都是淫荡风流，就算不风流，也背负着风流淫荡的名声。2. 猪眼狗眼，痴痴绵绵。猪眼和狗眼都呆，尤其是女人生了一副猪眼，那就是好色过度，滥情偷人。这个偷不是感情上需要，而且肉体需要，是肉体淫荡，多欲滥交，在私生活上会被夫偷人。丈夫多戴绿帽，如何看女人的眼睛是不是猪眼和狗眼？平时观察女人看东西就可以分辨，猪眼和狗眼看人会盯着不放，死死的看人，尤其是在看男人的时候，恨不得揉在眼里。3. 眼白黄浊，额高鬓厚，眼睛是心灵窗户，眼白清澈的，心地善良单纯，欲望也简单。眼白浑浊，多欲性强，好色，性欲强，而且心思不干净。也有的眼白浑浊是熬夜或者婚后上火造成的，适度调整会恢复。但是女人脑门高耸，眼白浑浊，多欲心强，必被夫偷人，留有骂名。4. 面圆鼻低，眉尾多纹。面圆脸大的女人本身性格都比较开朗，或者都表现得相对宽仁大度。不过要是鼻子低的话，那就成了白虎面，形成克夫相了。男人体瘦多欲，女人体肥好淫，就跟大多数的动物一样，蜜蜂蚂蚁都是又大又胖的虫子，最有繁殖力。如果再加上肩门，就是眉尾的位置上纹路多，主风流淫荡，好偷人。5. 臀厚横宽，肉多下垂，臀部太丰满，而且肉都横着生长，臀部太宽，都主好欲。如果臀部的肉下垂，走路邋遢没有力量，或者是拖拉的，必然是又懒又馋，属于好色多淫之人。通过一个女人的面相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比如说可以看出她们今后的金钱运势、事业运势以及子息运势。大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面相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和改变。比如说，如果自己是克夫相，那么一定要尽早采取及时有效的化解方法，否则婚后的生活不会特别幸福。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女人旺夫一子面相的7大特征。1. 眉毛浓密。浓密的眉毛通常被视为相学中的吉兆，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根据相学的解释，拥有浓密眉毛的女性往往性格坚毅，考虑问题周全，她们不会只考虑自身利益，而是能够从整个家庭的大局出发。为了家庭的未来，他们愿意做出许多牺牲和努力，即使夫妻之间发生矛盾，他们也会以宽容的态度迎接，并做出妥协，以维护家庭的和谐与融洽。因此，根据相学的观点，
浓密的眉毛可能代表着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智慧、稳重和顾全大局的品质。2. 鼻梁高挺。鼻梁高挺的女性往往展现出果敢干练的品质，她们在职场上勇于承担责任，努力经营自己的事业。与此同时，在家庭生活中，她们也会承担起重要的责任，包括每天的家务，如洗衣做饭、打理家务和照顾孩子等等。这样的女性被认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们不仅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还能够在家庭中起到重要的支持和照顾角色。由于她们的努力和付出，她们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口碑，被认为是理想的家庭主妇和职场女性。3. 脸颊肉多。这类女性被认为是典型的有福之相，一旦结婚，她们对丈夫和孩子都会带来极大的好运。她们被视为旺夫相，能够有效地促进丈夫和孩子的运势。在家庭中，她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还能够给予丈夫和孩子充分的支持和鼓励。因此，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享受到特别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存在为整个家庭带来了充满喜悦和幸福的氛围。4. 脸型圆润。这类女性性格温柔，从来不会为了小事情生气，家庭氛围和谐融洽，夫妻俩不会吵架，两人能够携手将小日子经营得红红火火。即便已经结婚几十年了，两人感情依然特别甜蜜。而且在教育孩子方面，夫妻俩也能够达成很多和谐统一的意见。5. 嘴唇厚实。这类女性能言善辩，会将丈夫和儿子保护得特别好。如果有别人欺负了自己的家人，这类女性绝对不会坐视不管，而是能够冲在最前方。在他们的羽翼保护之下，每一个家庭成员日子都会很安稳。6. 鼻头有痣。这类女性金钱运势特别旺盛，结婚之后，她们的正财工资收入和偏财副业收入都特别多，在其助力之下，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可以享受到很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不需要为金钱方面的事情感到担忧。7. 牙齿整齐。这类女性做事很有条理，心思缜密，善于规划，不管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还是工作中乱七八糟的事情，她们都可以打理得井井有条。如果丈夫或者是孩子遇到了麻烦，也特别愿意和他们分享，因为这类女性确实能够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8. 有双下巴。这类女性很有福气，结婚之后她们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还能够催旺丈夫和孩子的运势。婚后一家人的生活特别幸福，夫妻俩会努力在外面工作赚钱，孩子也特别听话，学习成绩还特别优异。9. 额头宽阔。这类女性特别聪明，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如何才能得到这些东西。结婚之后，她们能够将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很妥当，从来不会因为小事情与丈夫或者是公公婆婆吵架。为了孩子，她们也会做出很多努力，比如说辛苦工作赚钱，供养孩子读大学等等。夫妻俩的感情会变得很好，孩子长大之后也能够在自身所处的领域成为有才之人。世人虽说爱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有些人贪恋美色，或者对待感情方面没有自控能力，不论男女，只要过度了就是好色。下面男人的面相是贪财好色之徒，以下几点占得越多就是越符合，但也不能说单个条件就一定是。1. 下巴尖锐。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心和担当，如果男人下巴非常尖锐的话，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非常的刻薄，虚荣心非常强，特别的爱面子，并且喜欢表现和炫耀，为人非常的浮夸。这种男人做事非常的不踏实，自身没有很强的赚钱能力，但是却非常的爱幻想，属于非常拜金之人，将金钱看得非常重，而且生性比较的狡诈和奸猾，而且又非常的贪心和贪财，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2. 倒三角眼。倒三角眼指的是上眼皮较平，下眼睑中间向下凹，看上去就像一个人倒着的三角形一样。长有这种眼相的男人一般面部看上去较凶，对人非常的不友好，而且心思狡诈，善于谋划，为人非常的多疑，一般不会轻易的相信他人。在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气和自私，往往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对身边的人非常的抠门，功利心很重，把金钱看得比较感情还重要。3. 鱼尾纹多但不明显。鱼尾纹指的是眼睛尾部的皱纹，现在由于很多人都喜欢熬夜，所以鱼尾纹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共有的面相特征。这种大多都是由于过度的劳累或熬夜导致精力透支过重所引起的，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的鱼尾纹比较多，却看上去不是很明显的话，这猴子那个男人一般非常的有野心，内心非常的阴险和深沉。这种男人的物质欲非常强，而且对待感情也非常的花心，属于典型的贪财好色之人。4. 三白眼。三白眼的重要特征便是眼白较多，黑色的瞳仁比较靠上或者靠下，使得眼睛底部和顶部有眼白露出。三白眼的男人大多心肠非常的狠辣，为人也非常的傲慢。这种人属于典型的金钱和利益至上者，但是对他人又非常的吝啬和小气，为了财富和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是铤而走险，完全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报复心极强，还特别的记仇，在感情方面也不会真正的付出真心。5. 印堂狭小。印堂宽窄，以1指半到2指之间的间距最佳。如果2眉之间的间距小于1指半的话，就属于面相学中经常提到的印堂狭窄。印堂宽窄主一个人的心胸和眼界。如果一个男人印堂比较狭窄的话，这种男人一般心胸和眼界非常的狭窄，考虑问题也比较的简单，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小气和自私，将金钱看得过重，容易忽略他人的感受，属于非常小肚鸡肠之人，缺乏包容之心，喜欢与人斤斤计较，为人非常的贪婪。面相学中说的贪者必贫，说的便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有不少才能出众、精明干练的女强人，他们在事业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实女强人的成功不仅靠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而且和自身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联。通常女强人的性格都会很强势。那么从面相的角度来看，什么样面相的女人容易成为女强人呢？下面我就根据面相解析大全，跟大家一起来看看。1. 额头凸显。额头代表这一个人的智慧和个性。如果女人的额头长得高凸宽大的话，是聪明智慧的象征。这种女人大多头脑聪慧，反应灵敏，而且思想独立超强，很有主见和个性，对于新鲜事物的接纳能力也比较强，适应能力强，有着很强的个人能力，做事果敢，不喜欢受人左右或摆布，也很善于闯荡，在事业上往往能够有一番作为和成就。不过个性太强，很难驾驭。如果选择这种女人做伴侣的话，你可得好好衡量一下自身的能力和实力。2. 驼峰高鼻。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帛宫，鼻梁的高低胖瘦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和赚钱能力。如果女人的鼻梁长得高挺，鼻梁中间部位凸起如驼峰一般的话，这种女人一般个性也比较的犀利和强悍，而且自尊心和自私心都比较重，为人处事方面给人一种特别凌厉之感，喜欢咄咄逼人，并且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不会轻易向人低头。不过做事倒是非常的认真，也很有恒心和韧劲，事业发展较好，但大多婚姻不是特别顺利。3. 颧骨高耸。颧骨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做人和做事的态度。如果女人颧骨长得过高且尖耸无肉的话，在相学中也称为克夫相。这类女人性格非常的顽固和挑剔，处事也比较的霸道，从来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毛病，但是却喜欢挑别人的过错，做起事来也是挑三拣四，不懂得感恩。虽然个人能力比较强，但是缺乏人情味，人缘比较的差，也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矛盾。虽然工作能力出色，容易成事，但婚姻欠佳，属于典型的孤苦之相。4. 腮骨横张。腮骨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固执度和反叛心。如果女人的腮骨长得宽大横张的话，这类女人大多非常固执和霸道，虽然做事很有韧劲，也特别的能吃苦，但是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会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丝毫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他们好胜心极重，喜欢争强好胜，凡事都想着压人一头，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即使前方有再多的艰难险阻，也都会想尽办法的去克服。因此，在事业方面往往会比较出色，但是在家中却很少有男人能够受得了。5. 下巴翘撅。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以现在的审美来说，很多女性都喜欢尖瘦的下巴，但是如果下巴长得尖细且微微上翘的话，这类女人大多头脑非常的精明，而且表达能力也比较强，能言善辩，谈判力非常强，并且做事坚持，不喜欢退缩，有着一往无前气势，但是整个人也会显得攻击性十足，给周围的人很大压力。只要是他们认定的事情，就会有始有终，不达目的不罢休，属于典型的女强人面相。6. 法令纹特别明显。
法令纹关系着命主的事业运，也代表了女人赚钱能力的强弱。如果女人年轻时法令纹便特别明显的话，这种女人一般事业心非常的强，是典型的女强人面相，拥有着极强的赚钱能力。这种女人做事非常的有原则性，并且做事果断，很有魄力，有着很强的领导力，为人非常的严肃，表情冷漠，但是做事非常的认真，善于发号施令。这样的女人在职场中必有一番作为，能够赚得不少的钱财。7. 鼻梁挺直的女人，鼻梁为人的财帛宫。鼻梁长势如何与一个人的事业和财运息息相关。一般她鼻梁的女人性格懦弱，缺乏主见，缺少判断和决策能力。倘若女人的鼻梁挺直，鼻头有肉，鼻翼饱满的话，这种女人一般非常的自信，有着非常强烈的好胜心，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不甘人后，力争上游。所以这种女人在职场上容易成为女强人，爬到一个很高的管理层位置，在事业上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财运非常好，赚钱能力很强，但是如果女人鼻梁过于高挺的话，则性格太过于独立和强势，反而会对婚姻不利哦。8. 额头平满丰隆，额头又称人的事业宫，额头的长势如何与这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社会上取得的地位以及赚钱的能力等息息相关。如果女人额头平满丰隆的话，这种女人一般非常聪明，具备很强的领导才能，有着非常出色的统筹和管理能力，富有智慧，做事很有分寸，目光比较长远，所以大多都能成为女强人，在社会上占据着不低的地位，在工作上取得非常出色的成就，赚钱能力很强。9. 耳朵垂珠厚且大，耳垂厚大的女性朋友在待人方面特别宽厚，在事业上很有人缘，事业运、金钱运都很强。这样的女人有福气，在事业和财运上很容易取得大的成就，不知不觉中，这类女性就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女强人。而好门本身却很谦逊，对人依然平易近人。10. 印堂饱满且有光泽，两眉之间称之为印堂，代表做官之印章。印堂饱满有光泽，带红润，即饱满有光泽是吉利之象。如果印堂低陷窄小，或有伤痕黑痣，人生必定辛苦。如果一个女性朋友印堂好，则代表其事业顺利，有很强的包容力，在事业上能包容一切，更能战胜一切，所以她们亦成为女强人。11. 眉毛上扬，女人眉毛上扬，为人好强，不易服输，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这样的女人事业发展不错，但嫉妒心也特别强，属于内心极为强势的女性。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希望掌控一切，事业上总想成为佼佼者，永远的出类拔萃和卓尔不凡。在爱情上，她们对另一半要求的比较高，不容许另一半有半点外心和不专，这是女强人强势特点之一。12. 嘴大而且嘴唇厚实，吉祥的面相。这种面相不仅使整张脸看起来清晰明朗，还给人一种温和亲切的感觉。在相术中，这种嘴相被称为牛口。拥有这种面相的女人通常温和有礼，待人处事都非常礼貌和得体。她们注重情感和义气，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们的嘴巴紧实，不喜欢传播谣言或闲话，不搬弄是非，言辞谨慎，让人信赖。此外，这种女人在职场上也表现出色，是典型的事业女强人。她们拥有不逊于男人的赚钱能力，往往能够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显著成就。这类女人不仅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工作中也能独当一面。她们的能力和智慧使她们能够平衡工作和生活，成为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支柱。她们的自信和坚定不仅成就了她们自己，也为周围的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嘴大而收、嘴唇厚实的女人，凭借其温和的性格、卓越的能力和出色的社交技巧，既能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也能在职场上闯出一片天地。她们是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女性榜样，展现了现代女性独立自主、重情重义的美好品质。13. 目下一字平。所谓的目下一字平，就是指眼睛下的卧蚕处有直直的一条横线。长有此面相的女人，则是一个事业上的高手。这类人眼光独特，会给自己的未来做打算，赚取足够的金钱，使日后有保障。而且在工作上能深得领导的重视与爱戴，与同事们相处的比较融洽，那过股深得周围人的信赖与支持，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抓住机会，日后定够飞黄腾达的。14. 人中深长。人中位于面部鼻子下方的凹槽处，
人中长得身长的女人，则是一个气血充足的人。这种女人几乎是很少生病，身体好了，做任何的事情都会非常的顺利，在工作中易得到领导的认可，升职加薪乃是小事一桩。年纪轻轻就能够拿着让人羡慕的资薪，有着极高的智商和聪明的头脑，想不成功都有点难。一生丰衣足食，从来不会为了金钱而发愁。在现在的社会中，很多女人依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成就，而这些人往往就具备以上面相特征。如果你也有上面的面相特征，说明你的能力并不差，不靠男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形容一个人抠门、吝啬，就会用一股穷酸相来形容。一个人给人穷酸相的感觉，除了他们的行为之外，面相也是很大的原因。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会造成面相的变化，穷酸久了也会用穷酸相。下面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穷酸的面相特征有哪些吧。一、额头凹陷低窄。额头不仅代表了一个人的先天运和少年运，同时也代表了一个人的智慧与远见。如果一个人额头比较凹陷的话，这种人往往喜欢耍小聪明，但是缺少大智慧，心胸比较的狭窄，为人也比较的小气、吝啬贪财，喜欢占小便宜，没啥大出息，祖荫不旺，易去外地发展，乃穷苦之相，一生贫贱交加，过得比较凄惨。二、鼻梁尖削露骨。鼻梁尖削露骨的人，通常为人尖酸刻薄，没有包容之心，喜欢斤斤计较，挑剔别人，而且这类人通常还非常吝啬，不管是对亲人还是朋友都非常小气，没有一点同情关爱之心。这种人的最终结果就是贫穷，如果不改变的话，会穷酸一辈子。三、下巴尖削瘦小。下巴尖削瘦小的人，往往财运不佳，因为下巴代表一个人的聚财能力，下巴大小得体，则说明聚财能力强；下巴短小且尖削，代表聚财能力不足，天生没有财运，甚至晚年运势不佳，是属于贫穷面相。四、耳后见腮，山根折断。耳后见腮就是古代流传的反骨面相，从耳朵后面就能看见腮骨。这类人容易恩将仇报，做事情不择手段，他们的报复心太强，显得十分刻薄，山根折断而比准高挑者。这样的人做事决断，不会考虑未来，必然会受到挫折，也是属于穷酸相。五、鼻扁。鼻子代表人品，鼻梁扁塌不直，则为人大多心术不正，贵人运比较差。如果鼻翼扁塌的话，偏财运不佳，有漏财之险。这种人大多不太会理财，做生意容易失败，常举外债。六、眉乱眼无神。如果一个人的眉毛生得散乱，这样的人多属性情中人，在感情上非常复杂，容易受情感的牵制。双目无神代表五脏不健康，在工作中缺少魄力，所以此类面相的人在事业上很难有收获，容易被炒鱿鱼。七、鼻孔朝天。鼻子为财帛宫，代表了一个人的财运；鼻翼代表了一个人的偏财运；鼻孔则代表了一个人的守财能力。如果鼻孔包裹很严实的话，这种人大多消费比较理性，能够守得住钱财；而鼻孔朝天或者鼻孔比较暴露的话，这种花钱无度，不懂得理财和节省，容易漏财，存不住钱。八、两腮无肉。两腮无肉，腮骨过度尖凸的话，相学上称为耳后见腮，面相中称为反骨。这种特征的人一般个性都比较的刚硬，也比较的任性，喜欢一意孤行，做事比较的自私，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并且特别爱记仇，为人心狠手辣，所以人缘不太好。这种人很少有朋友，所以因为做人不到位，这种人大多陷入贫穷。九、连心眉。印堂代表了一个人的心胸和魄力，两边眉毛如果连起来，就会破坏印堂。这种人大多心胸狭窄，做事优柔寡断，缺少魄力，性格比较的偏执，喜欢斤斤计较，嫉贤妒能，自己没本事，但是受不了别人比他强，缺少包容和学习的心态，为人比较自私，性格强硬，不懂变通，容易钻牛角尖，做事不计后果，甚至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十、招风耳。双耳代表家乡，双耳向前为招风耳的人一般难以继承祖业，多去外地发展。这种人性格比较的外向，心里藏不住事，有什么事都会表现出来。这种人大多不安于现状，一生都在追求，喜欢追求刺激和冒险，做事比较鲁莽冲动，欠考虑，性格坚毅，短时间内能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是爱瞎折腾，晚年通畅没有产业。11、现奸门。奸门属于眉尾到太阳穴之间，男的主田宅和妻宫，媳妇有钱没钱不看眉毛，眉毛俊秀只是媳妇长得不错，
有没有财力得看奸门丰隆不丰隆，要是奸门塌陷，主娶妻都费力，更何况积攒家底了。12. 鼻梁尖削露骨，有这种面相的人，为人尖酸刻薄，缺少包容之心，爱斤斤计较，喜欢挑剔别人，而且非常吝啬。不管是对亲人还是朋友，都非常小气，没有一点同情关爱之心。这种人的最终结果就是贫穷，会穷酸一辈子。13. 嘴唇苍白无色，他们总是给人一副病恹恹的状态，好像被抽离了精气神，很没有起色的感觉。这类人对生活一般都怀有悲观的色彩，不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取美好的生活，一般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就度过了一生。14. 眉头紧缩，眉头紧缩，面若苦瓜，经常给人一直愁容满面的感觉，总是心事重重。有此面相的人，处事消极，忧虑过多，就算是好事也不敢相信，白白让机会错过，导致生活还有工作上总会有不少的挫折，运势受阻，一生难有突破，财运下降，一辈子凄苦贫瘠，难有好日子。想要改变运势，一定要先改变自己，否则就算是再好的运势也会绕道走，无福享受。15. 眼睛三白，眼睛是三白眼，也就是三白眼，这种人是典型的恶相。一般来讲，这种人都是没有好的时候，在事业上也是做事不顺，很难有好的财气。这种人的关系是非常差的，人际关系很差，不会说话，没有人缘，但是情商比较低，被归类为没有财气的一类。在事业上自然也是不会得到事业的重视和同事的青睐。16. 鬓角杂乱，面相上一个人的鬓角处，也就是在耳前这个头发的位置，这个位置比较杂乱的话，能看出这种人的性格比较偏执，对待别人的方式容易走极端，所以比较挑剔，而且在感情生活中也是明显会影响自己的婆媳关系和自己的父母关系，所以这种人往往是罪魁祸首，做什么都是不好的，态度也是极大的偏差，自然很难合到一起。17. 下巴凹陷，面相上一个人的下巴是低格，这个下巴处凹陷的，能够看出这人的下巴相不是很好的，也是藏不了多少钱的。这种人的财气不好，做事不顺，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好的时候的，有暴力倾向，而且心胸狭隘。如果遇到了这种人，最好能躲就躲，不然很可能会后悔。18. 门牙有缝隙，在相学当中，若是人的门牙长有缝隙，而且缝隙看起来非常的大，则一般的情况下，拥有此种面相的人，他们个人的实力不足，经济能力也都是一般般，在以后的发展当中，常常不懂得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赚钱，估计连自己一分稳定的赚钱养家的能力都没有，而且他们还喜欢说大话，每天就是谎话连篇，别指望以后他们的事业稳定，福气也不长久。19. 驼峰鼻，拥有驼峰鼻的人，就是指在鼻梁处的位置有非常明显的隆起，而且鼻子长得又长又宽，所以这样的人鼻子整个看起来比较宽，则往往他们自己的财运发展也都是一般般，个人的实力不强，能力不大，往往没有啥过于大的收入积蓄，大多数的时候日子过得艰辛奔波，一生都是穷苦相。别指望能够有啥大的收入积蓄，容易赚多少花多少，手里就不留钱。20. 嘴唇薄，在面相学中，好的嘴唇应是厚实宽阔，有这种嘴唇的人，为人也是比较厚道诚信。若是一个人的嘴唇很薄，这说明其人也比较薄情寡义，这样的人大多喜欢算计一些蝇头小利，没有长远目光，注定与富贵无缘。好了吧，以相学来看，即为出纳官。乡书云：口大胆量大，口小胆量小，是故从嘴巴可分辨其胆识、健康、运势、个性、感情、意志力等等，完美唇形比例为1:1。但是先有人能达到。好的嘴巴应该具有下列几种类型： 1. 樱桃嘴，形状口型不大不小，牙齿整齐洁白，嘴角微微朝上如微笑，一笑之间如莲花绽开。性格聪明，心性善良，保守，可得贵人相助。而女性有此相者更佳，主贵。男性嘴巴小，代表气度小，心胸不大，疑心比较重。改善方法可借由化妆的技巧，让嘴巴不会看起来过小，同时要保持微笑，常笑能人见人爱。2. 菱角嘴，形状口轮边缘，线条明朗，性格词锋犀利，好辩争胜，自主性较强，敢追求有会哄人，属于敢爱敢恨型，做事较为主动积极，容易有赚钱的机会，偶尔会有点情绪化。改善方法：
因线条清晰，容易吸引别人的目光。这时在化妆上面不建议再涂鲜艳的色彩。3. 嘴唇歪斜，形状、口型不正，明显不方正，上下唇形无法对齐，或厚薄不均，嘴角高低不一，性格巧言令色，说话不真诚，易遭异性的抱怨，可能是内心不平衡的象征。言行上较易与人产生口角，或招惹口舌是非。改善方法：由于可能是天生的牙齿位置不正，这时建议做牙齿矫正，或者随时注意自己说话的形态。4. 嘴大松弛，形状、口角闭不紧，嘴角总是微微张开着，性格这样的人脾胃不和，做事周密性较差，手上若有金钱会花掉，较守不住，且容易受骗上当。改善方法：建议要时常提醒自己嘴巴要合起来，或做嘴部运动。5. 嘴大而紧，形状张开来大，合起来小，性格生性仁慈敦厚，度量很大，做起事来十分有前瞻性，有胆识和担当，不会畏首畏尾，很有大将之风。改善方法：整体相若是搭配合宜，是较好的嘴相。6. 嘴角上翘，形状嘴角略往上翘，在相学即为弯弓养月口，性格乐观进取，有人缘，能得朋友的信赖及仰重，凡事也不会太在乎。改善方法：若再搭配面部表情，提亮口周肤色更佳，嘴角下弯，形状两角低尖下垂，在相学即为腹喘口，性格个性较为偏执，家业难守，口无遮拦，容易心存不满，有些悲观，不会轻易妥协，但也因性格耿直，能刻苦耐劳，勇于突破困境。改善方法：透过化妆技巧，使嘴角能够上扬一些会比较好。7. 眉形的嘴，形状唇线不清或嘴唇不明显，性格常常为别人付出太多，忽略自己的需要，比较理性，非常有责任感，反而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把自己搞得很累。才难积聚。改善方法：透过化妆的技巧，画出明显的唇形。8. 上下唇厚，形状上下唇丰厚，唇红齿白，笑不露齿，性格个性忠厚，诚实可靠，讲信用，比较容易吃亏上当，感情热情似火，既感性又多情，容易因为心软而失去原则，表达力不好，也不善言辞。改善方法：透过化妆技巧，不要照实际的唇形画，而是缩小范围。9. 上下唇薄，形状长而形尖，两唇均薄比，性格个性无责任感，多不实在，少了人情味，喜欢拨弄是非，伶牙俐齿，通常会有不够厚道之余，但做事爽快，能言善辩，喜欢独来独往。改善方法：透过化妆技巧，把上下唇形再加厚宽度，使上厚下薄，形状上唇比例大于下唇1/2，性格个性较为激烈，占有欲相当强，不切实际，但懂得主动关怀别人，热心公益，不落人后，防御性有余，但攻击性太弱，事事委曲求全，反而变得没有原则。改善方法：透过化妆技巧，把上下唇形画得适当均衡。11. 上薄下厚，形状上唇比例小于下唇1/2，性格能言善道，但也容易感情用事，心底深处渴望被宠爱，是个会自己找乐子的人。改善方法：透过化妆技巧，把上下唇形画得适当均衡。第2，没怕两相交，耳怕个不大是啥意思？耳朵小为啥不好？说得准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老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判断这个人的善恶好坏，这是因为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与观察中，将人们的一些特征固化，成为了对人的脸谱化认知。就比如说，人们认为头大面小终生不了，说的是头大脸小就会过得比较凄苦。更有五官不正心不正的说法，还有男人两拳高生来志气高，女人两拳高杀父不用刀，说的是男人颧骨高好，而女子颧骨高则不利。还有一句是没怕两相交，耳怕个不大。那么这句话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没怕两相交，民间有着眉毛最怕两相交，中末年来已破架，说的便是两条眉毛若是相交，那便有可能家道中落，让自己落得个悲凉的下场。人的俊丑、聪明与否、灵活还是痴呆等等，都可以从我们的脸上表达出来。人们不愉快的时候，就会嘴角下垂，眉头深锁，长此以往，这样的板着脸的形象就会被固定到自己的脸上。发怒时眼睛会睁大，高兴时眼尾会生皱等等，长久以来的生活经验，使得人们总结出来了很多关于眉毛能够表达出来的信息。
比如说，人们认为眉毛长过眼睛的人往往忠厚老实，性子直接且福禄有靠；眉毛弯弯像弓一样的人往往善良且生活富足等等。不仅如此，人们还有着眉浓发厚人多见，眉密毛粗不可论的说法，说的就是眉毛粗厚杂腻，预示着生活困苦；而眉毛清秀淡雅，则预示着福禄富贵。接着我们来看耳帕个不大，民间有着耳有四看的说法。所谓四看，看的是耳朵的薄厚、轮廓、高低与耳色。民间有高则福寿，大则英豪，厚则富足，亮则智聪的说法。而这句耳帕个不大，说的便是四看中的看大小。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古代的刘备被人们起了个大耳贼的外号，说明在老祖宗的眼中，大耳朵是福禄富贵的象征。民间还认为耳朵发烧发热就是有人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当然也有些地方的人认为耳朵发烧发热是有人在思念自己，甚至人们还认为不同时间的耳朵发热有着不同的预兆。比如说巳时左耳朵发烧会预示着失去一些财富，甚至人们还十分忌讳耳鸣，同样也认为耳鸣是失财，或者是有人在咒骂自己。不仅如此，甚至耳屎在一些地方都有不能乱扔的说法。他们认为要是自己的耳屎被踩了，身体便会有可能到笑的了。民间的俗语博大精深，这些广为流传的俗语都是老祖宗自己的生活经验，尤其是类似眉帕两相交，耳帕个不大的说法，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总结出了一个人无论他的长相如何，他的经历、修养、性格，甚至是思想水平，都会深刻地表现在脸上。一个狠人会经常做出凶狠的状态，而使得面部肌肉定型，让人看起来就害怕；而一个智慧阳光的人，往往会在时光的雕刻下变得和善优雅。这种脸谱化的认知虽然不一定全对，却对人际交往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三，手中有凤尾纹，则一生清闲又富有。掌纹中出现凤尾纹的人，一生婚恋运势很好，尤其代表结婚后可以改变人生。因此，掌纹具有凤尾纹的男人、女人，属相更具备有荣华富贵特征的，步入下半辈子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乡书有言：凤尾卧，手中悠闲又富贵，男可娶良母，女可嫁贵夫。因而掌纹上出现有凤尾纹的人，一生福禄更盛。假如两手并拢以后，食指和无名指同长，或是说二者差别不大，那这种人首要个性十分独立，有自身的想法，在人际交往中比较受人重视。另外有极好的赚钱大脑，男的能建立自身的事业，女的善理家财，结婚之后的生活都将十分幸福。幸福小女人的首相，老公疼惜，儿女聪明伶俐，家财小富，家庭会十分美满幸福。女性掌纹最凸显的特性便是子女宫圆润，代表儿女成才，学有所成，事业成功，晚年时期享清福。财福禄三宫圆润，有荣华富贵的根基，生来好命局，主纹理绵长清楚，强有力，能力强，素养高，力做事业。纹理的布局开后期的发展空间大，是业线明确，往上后期成就大，力升职。两类无论那类行业发展，都是能够事业成功的，而且事业财运都十分旺，这是一个旺夫旺子旺家的女性。掌纹中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线，这便是理财纹。理财纹好的女性具备理财意识与理财能力，在专业金融人员与项目投资高手的身上多见。针对有理财天赋的人来讲，才是愈理越多，能够考虑到积极的理财方法。理财纹欠佳的人，只是你愈理财，财愈没理你还远不如放存定期稳妥，起码免了10本之忧。手里有优质理财纹，面相又具财富相者，富贵未来可期。具有了那样掌纹的女士，在结婚前可能不容易有很大的意义，但一旦结婚生子，就能展现出来了，就会渐渐地迈向一条荣华富贵的道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